Hello， 大家好，我是文杰，欢迎回到我的演奏会打击乐手音色库系列课程。这一节我们来了解有关节奏模板的选择与编辑功能。当我们在主界面中单击某个8度的演奏键位图形时，会自动切换到所选键位的节奏编辑器界面中，也可以通过底部的编辑器切换按钮来显示出节奏编辑器界面。当前正在编辑的键位图形上方会有一个带有4角边框的键位名称，提醒我们正在编辑的是哪个键位。编辑器中的音符也会与当前所在8度的颜色保持一致。单击其他节奏键位可以立即切换到对应键位的节奏编辑器。在节奏编辑器中，我们可以为当前键位挑选节奏模板，以及对节奏模板进行详细的编辑。编辑器界面的上半部分是当前节奏模板的音符编辑区域，下半部分是模板浏览器，显示了适用于当前8度所加载乐器的节奏模板。这套音色库中为每种乐器都内置了大量的专业节奏模板，每个节奏模板在浏览器中显示为一行，最左侧是模板的 ID 编号。这个浏览器中的模板排列顺序默认是按照与当前节奏模板的相似程度进行排序的，越相似的排列越靠前，便于我们快速找到与当前节奏类型类似的模板。也可以单击左侧的1、2、3按钮来按照模板的 ID 编号进行排序，再次单击则返回到默认的按相似度排序。上下拖拽浏览器右侧的滚动条可以快速查看其他未显示出来的节奏模板。单击滚动条区域的空白处，每次可以将列表向上或向下滚动5行。浏览器中的每个模板都以圆形图案的方式显示出了节奏形态的预览。这里的竖线是节拍分割线，一共有8拍，整体长度是2个小节。每个节拍中会用小圆点来代表每个16分音符所在的位置。每拍有4个，有音符的节拍会显示为一个较大的实心填充的圆形。圆形的颜色越深，代表这一拍的力度越大；颜色越浅，代表这一拍的力度越小。单击某个模板中的任何位置，都可以对模板进行试听，再次单击可以停止试听。要使用某个模板，可以直接将模板拖放到上方模板编辑器区域的底边上，或者是直接拖放到界面底部的键位图形上。当然，也可以拖放到非当前所选键位上，这样会立刻将编辑器切换到指定的键位。拖放后就可以开始使用对应的键位音符来进行演奏和编曲了。在这里的键位图形中，也可以通过拖拽的方式将某个键位上的节奏模板复制到另一个键位上，这非常便于我们对不同歌曲段落添加节奏变化。例如，主歌段落的节奏模板确定之后，将其复制到另一个键位上，并稍加修改，来作为副歌段落的节奏模板。这样既保证了整体律动的一致性，又能在不同的段落中体现节奏的变化。我们甚至可以将某个乐器的节奏模板通过拖放的方式复制到其他乐器中的某个键位上。节奏模板中的技法音符会自动更改键位影射，以达到能够正确触发不同乐器的效果。如果按住电脑键盘上的 Auto 键，再单击某个键位，则可以将此键位上的节奏音符全部删除，便于我们从零开始编写自己的节奏型。单击上方编辑区域左下角的播放按钮，可以对当前已加载的模板进行试听。再次单击则停止播放。播放按钮的左侧还会显示出当前节奏模板的 ID 编号。单击编号左侧或右侧的箭头按钮，
可以加载浏览器中当前模板的上一个或下一个。在最左侧还可以选择回放的速度，默认是1:1，也就是原速。单击此处可以切换到2，也就是倍速播放。再次单击会切换到1:2，也就是半速播放。再次单击则会切换回1:1，原速播放。在音符编辑区域中，我们可以对当前所选模板进行更进一步的编辑。这个区域分为4个子界面，可以通过顶部的切换按钮来进行切换，分别是演奏技巧、力度、节拍以及连击。在演奏技巧界面中，左侧显示了当前所选乐器中的演奏技法，每个乐器最多有5个演奏技法，每个技法名称的左侧还显示了它们对应的键位，单击可以进行试听。右侧是不同技法在节拍上演奏的位置，这实际上是一个步进音序器，总长度是2个小节，其中每条竖线代表每一拍的开始位置。每一拍中默认最多可以填写4个音符，也就是说，每个音符的时值长度都是16分音符。在某个技巧行的空白位置，单击鼠标左键即可添加新的音符。左键单击某个已存在的音符，可以将其删除。在节奏模板中是不允许同时触发多个音符的，因此如果要添加音符的节拍位置本身已经存在其他技法的音符了，则原来的音符会移动到指定的技法中。这里的每个音符上都有一个数字，代表触发的是当前技法的第几个子技法。如果某个技法包含多个子技法的话，将鼠标指针移动到这个技法的音符上时，在音符的上下两端会出现三角形标志，并且在音符的左侧也会显示出该音符可选的子技法名称。当前子技法的名称会高亮起来。要切换到其他子技法，只需要在此音符上按住鼠标左键并上下拖拽。当切换到其他子技法时，会回放出音色试听。当需要使用的子技法名称高亮起来以后，松开鼠标左键即可切换到指定的子技法。此时音符上的数字也会改变，代表这个音符使用的是第几个子技法。而没有子技法的音符则永远显示为数字1。在每个音符的下方都会显示一个对应的圆形，代表音符的力度。这个圆形的颜色越深，代表音符力度越大；颜色越浅，代表音符力度越小。在这个圆形上按住鼠标左键，会在圆形的上方显示出具体的力度值。此时上下拖拽鼠标可以修改对应音符的演奏力度。双击圆形标志也可以修改力度值，每双击一次会将力度值增加30。如果在某个圆形上单击鼠标左键，可以删除对应的音符。在这个力度行中的空白处单击鼠标左键，也可以添加新的音符。如果在添加音符时直接上下拖动鼠标，则可以在添加音符的同时调整音符的力度。当我们对模板进行修改后，左下方的模板 ID 编号右上角会显示出一个星号，代表此模板已经改变并且尚未保存。单击编号底部的磁盘图标，可以对模板进行保存。如果编辑的是原厂节奏模板，则会自动另存成为用户模板，因为原厂节奏模板是不能更改的。用户模板的 ID 编号左侧会用一个字母 U 来表示，此模板也会显示在模板浏览器中，可以像原厂节奏模板一样来使用。每个乐器类别中都可以保存最多20个用户模板。如果想要删除某个用户模板的话，可以将鼠标指针移动到模板浏览器中用户模板所在行上，此时
在播放按钮的左侧会出现一个垃圾桶标志，单击这个标志即可删除用户模板。在音符编辑区域的底部是选择功能区域，当将鼠标指针移动到这个区域时，会在鼠标指针所在位置显示出一条横线，此时单击鼠标左键会选中当前节拍，并且底部的横线会变成一个向上的括号标志，代表当前这个节拍是被选中的。再次单击可以取消选择。我们也可以在选中某个节拍后，按住电脑键盘上的 Shift 键，来点选另一个节拍，此时两个节拍之间的音符都会被选中。或者是使用 Ctrl 加点选的方式，也可以同时选中多个节拍，便于我们对非连续的音符进行选择。选中多个音符节拍后，当我们修改其中某个音符的力度时，被选中节拍中的音符也会一起改变。如果单击某个被选中节拍中的音符来将其删除时，被选中节拍中的音符也会一起删除。在选中的节拍中添加音符时，也会在所有被选中的节拍中自动添加音符。修改某个被选中节拍中的音符子记法时，所有被选中节拍中的音符也会一起更改。另外，如果想要将某些音符复制到其他节拍上，也可以先将要复制的音符节拍选中，然后按住 Alt 键，在音符力度区域中单击想要粘贴的节拍开始位置，即可将选中的音符粘贴到指定位置。在选择区域中 ，Alt 键还有另外一个功能，那就是相同间隔选择功能。例如，我先选中第一小节的第一拍，然后按住 Alt 键，点击下一个正拍，此时所有的正拍都会被选中。或者是选中第一拍后，按住 Alt 键，再单击第一拍中的8分音符位置，那么所有的正拍和反拍都会被选中。另外，还可以通过双击左侧的某个技法名称来选中模板中这个技法音符所在的所有节拍。对音符进行多选，可以便于我们对特定节拍的音符或特定技法的音符一起进行调整，例如删除音符、添加音符、调整音符力度等等。在选中多个节拍的音符后，除了单击其中的某个音符来删除所选节拍中的所有音符以外，还可以通过单击力度行右侧的删除按钮来删除所选节拍中的音符。如果当前没有选择任何节拍的话，单击这个删除按钮会一次性删除当前节奏模板中的所有音符，便于我们从零开始编写自己的节奏模板。我们在模板编辑器中的所有操作都可以通过单击界面左上角的撤销按钮来逐步进行撤销，或者单击右侧的重做按钮来将被撤销的步骤进行重做。当我们觉得模板的长度太长的时候，可以通过横向拖拽时间轴上左右两侧的三角形按钮来修改模板的回放范围。回放范围以外的部分会变为灰色，代表这些音符不会参与模板的播放。单击时间轴回放范围的中间，并横向拖拽，可以更改回放范围在模板中的节拍位置。双击高亮的回放范围区域，可以将范围扩展到整个模板。当我们想要使用某个节拍或某个范围中的音符来填充整个模板时，可以先将回放范围调整到我们需要的区域中，然后单击时间轴左侧的相对箭头按钮，此时所选区域内的音符就会填满整个节奏模板。模板编辑器中的音符默认时值都是16分音符，有时您可能想要添加时值更短的音符来创建更为密集的节奏，那么可以单击编辑器右上角的编辑网格按钮，此时会在时间轴的上方每个8分音符的位置都显示出一个减号和加号按钮。单击加号按钮会缩短音符时值，每单击一次
就会让音符的时值缩短一个级别，原有音符也会自动移动到新的节拍位置上，这样就可以添加时值更短的音符了。例如，单击加号2次，则可以输入32分音符，这已经是单个音符的最小时值了。如果继续单击加号按钮，则会使后面的8分音符网格编辑按钮隐藏起来，并且针对当前整个节拍进行网格细分。单击减号按钮，则会延长音符的时值，最多可以将音符延长到8分音符3连音。单击最右侧的关闭按钮，可以关闭编辑网格功能。在模板编辑器中，除了通过鼠标来输入技法音符以外，还可以使用录制功能，直接通过 MIDI 键盘录入技法音符。在模板播放按钮的下方就是录制功能按钮，播放宿主软件，然后单击此按钮就会开始录制。录制过程中可以听到音色库内部回放出来的节拍器声音，并且节奏模板中当前的录制节拍位置也会与宿主软件当前播放的节拍保持同步。例如，我先清空当前模板中的音符，然后播放宿主软件，单击录制按钮，在 MIDI 键盘上演奏对应的音符进行录制。录制时，这2个小节会一直循环，在循环过程中，我们也可以分次录入不同技法的音符。停止宿主软件的播放，就会停止录制。来听一下我刚才录入的音符。这样就录入了一个简单的节奏型。当我们录入了节奏型，或者是手动对节奏模板进行修改以后，底部的节奏模板浏览器会实时更新模板的排序。与当前节奏模板律动最为接近的会排列在最上方，便于我们直接套用。这样既能保持我们想要的律动，又能让模板的演奏更加专业。模板编辑器区域的第2个子界面是力度编辑，在这个界面中显示出了当前模板中所有音符的力度条。单击力度条垂直方向上的某个位置，可以直接修改力度值。按住鼠标左键并上下拖动，可以连续的修改力度值。具体的力度数值会显示在力度条的下方。在空白的节拍中，单击鼠标左键可以添加新的音符，并将音符的力度值设定为鼠标指针所在的高度。在界面左侧还提供了一些额外的力度控制功能。首先是力度调整，可以对当前模板中所有音符的力度做相同程度的增加或减少。如果按住 Shift 键再进行调节，则是将整体力度进行100%缩放。如果在模板中选中了某个或某些节拍，则这里的调节将只针对所选节拍，而非整个模板。其他调节功能也是这样。第2个调节功能是动态控制，通过此滑块可以提升或减小所选音符或全部音符之间的力度差异，从而改变整体节奏模板的演奏动态。第3个是坡度控制，向上调节时会让所选音符或所有音符呈现出渐强的力度变化，向下调整会呈现出力度渐弱的变化。第4个是随机化功能，可以为所选音符或所有音符的力度添加随机变化。最后一个是力度限制，上面的调节手柄用来限制最大力度值，使所选音符或所有音符的大力度音符都降低力度。下面的调节手柄用于限制最小力度值，使所选音符或所有音符的小力度音符都进行提升。当然，这些调整也都可以通过左上角的撤销按钮来进行撤销，或通过重做按钮来重新执行被撤销的操作。
编辑区域的第3个子界面是节拍编辑，在这个编辑器中会显示所有音符的节拍相对于节拍网格的偏移程度。编辑器的中间线代表与节拍网格完全一致的节拍位置，高于中心线代表节拍滞后，低于中心线代表节拍提前。我们可以通过在编辑器中单击音符所在节拍并上下拖拽的方式来调整每个音符的节拍偏移量。对某些节拍上的音符适当添加偏移量，可以让节奏显得更加人性化。左侧还提供了一些额外的节拍控制功能。当我们选中了某个或某些节拍时，这些功能将只针对所选节拍中的音符。如果没有选中任何节拍，则针对所有音符。第一个是节拍的整体偏移量调节。调节这个滑块可以对所选音符或所有音符添加相同程度的节拍偏移。如果按住 Shift 键再进行拖拽，可以进行微调。第二个是相对偏移量调节。向上调节滑块可以让所选音符或所有音符在原始偏移基础上继续增加偏移量，意味着节奏会变得更加松散。向下调整滑块可以让所选音符或所有音符在原始偏移基础上减少偏移量，从而让节奏更为紧凑，也更趋于节拍量化后的结果。第3个滑块可以设定音符力度对节拍的影响。向上调节时，音符力度越大，节拍提前的就会越多；音符力度越小，节拍滞后的就会越多。向下调节则产生相反的效果。适当增加这个参数，会让整体节奏显得更加激进。第4个是随机化节拍偏移。向上调节会对所选音符或所有音符添加随机的节拍滞后。向下调节会对所选音符或所有音符添加随机的节拍提前。最后是节拍限制。调节上面的手柄可以限制节拍滞后的最大程度，调节下面的手柄可以限制节拍提前的最大程度。编辑区域的第4个子界面是连击设置。在这个界面中，我们可以指定某个节拍上的音符是否采用连击的方式进行演奏。当音符在最下面的一行时，代表正常演奏；如果将其移动到第2行，则代表单次连击。修改音符时，我们会听到连击的声音；如果将其移动到第3行，则代表2次连击。当将音符放置在第2行或第3行时，在左侧还可以调整连击的力度以及连击的速度。这2个参数在调整时，每次松开鼠标左键都会听到调节后的声音效果。不要忘记，对于我们自己编辑后的节奏模板，随时都可以通过单击左下方模板编号下面的磁盘图标来保存成用户自定义模板，以便以后随时进行调用。好，关于节奏模板的选择与编辑功能就为您介绍到这里。下一节我们来了解混音界面中的功能。如果您喜欢我的频道，请记得点击订阅并开启小铃铛，这样就不会错过我每一期的内容更新了。感谢您的支持，我们下个视频再见。